电表箱里面有声音，把小孩都吓哭了，晚上都不敢睡觉了。本期视频有点意思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晚上10点多接到客户电话报修，说电表箱内传出来诡异的声音。什么动静啊？这电表箱怎么叫，跟烧开水那个壶似的？哪家电表出问题了？由于客户催得很急，于是我们第2天来到现场。不要怀疑你的耳朵，没听错，是第2天来的现场。因为当天晚上来的时候，路走一半了，客户打电话来说：“你别来了，里面没声音了。”于是乎，我们又折返回去。结果第2天，客户又打来电话了。来吧，我们一起看看，不定时的发出异响，把小孩都吓得不敢睡觉了。干了这么多年的电工，我还没遇到过这种事。一起来听一听是哪的事。不是俺这里声音，我听听。哎，没有了。啊？不是跟电表箱里的声音，本来就没吵死了，也没有了吧声音？啊，您是把开门关了吗？没关啊。这个也没有啊，这是接地啊，怎么就没有了呢？真是奇怪。哎，有了，一会有一个没有。啊，它不是一直响，它就是那个。啊，我知道，这声源哈，我听是谁家水管的声音传来的。水管？嗯。水管在这就听更清楚了，这2个门打开就听。对，我听的声音来源不是这边。水管不是声音。这边是一点动静没有的，当时那边响声音。我知道，不是，我知道，他这个是谁家水阀，要不然上2楼去看看，谁家水阀里面传出来声音。这个电表也不会响，电表不会响的，开关也不会响的，开关也不会响。它有响声，它只会那种滋那种声音，接触不好声音，它不会出来这种吱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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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烧开水那种声音。那谁家水阀门？你看，你到2楼这个位置，你听听，是不是更近一些？这边有地下室没？我就是从楼上走下来。这边有没有地下室？没有。有啊。通过现场的排查和了解，这栋墙的背后是一家饭店，这更证实了我的想法。来吧，我们一起去揭开这神秘的面纱。这个是哪一个水龙头？我以为这个找到原因了吧？水龙头有时候有可能是这个吧？那听到声音了吧？这个水龙头坏了，刚才支开下水龙头，它有时候会放开一点。嗯，你这个直到晚上哈，有时候凌晨1点都还在用吗？你换个水龙头呗。换个水龙头吧。我过来找到那边充电就让一个找来了，这找到你这个。你俩就住在这个楼上。我就住你隔壁。啊，你听。晚上小孩说吓死人了，那哪来口罩声？是个声音吧？对，刚才就是吧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它这个水龙头有时候往上放个盆，它关不死了那种的，它里边关不死了，就产生这种共振，知道吧？是他说电表箱里，我想不可能出现这种声音。从那边看的，只能看到的。你看，是不是这声音一模一样？对的。正好背后是供电局电表箱，对不对？像不像？对。非常好玩的一次维修经历。作为这个电力抢修工作者，经常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报修，五花八门。关于声音这一块，像之前的震楼器，然后这次的自来水发出的这种蜂鸣声，然后一些机器的这种异响，还有一次就是传了整个很大面积的，是一个
当时我记得是一个路政的一个它的那个喇叭那个风鸣坏了，传了很远很远，这是声音的传播，还有一些机械的异响，对吧？然后其他的一些更是五花八门，像电杆、电线，然后管道井，还有反正只要是跟电能扯上关系的，不管是什么线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井盖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电箱，他们都不辨别的，直接就找到我们。有的时候真的到现场弄得你哭笑不得，但是没办法。就像这个水管这个，申哥说，哎，你是怎么辨别出来听出来是水管的？我说这是生活常识，这是经验加持啊，伴随着点经验加持。你听过吗？你见过，你听过，然后你的辨识度就能分辨出来，是不是？小孩子都吓得晚上说跟他爸爸说，怎么好像有人在吹口哨的那种声音啊，吓得不敢睡觉了。这是真实案例啊。生活中你还遇到哪些乌龙事件，或者是哪些哭笑不得的事情，可以拿出来再放在评论区里面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。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祝您生活愉快，记得点赞加关注。接到客户电话报修，说电压异常，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，3、4户人家同时报修，都这样。来到现场先看症状，使用电笔测量 C 项60多伏，B 项220伏，来看 A 项159，零线是0。看到这里，这个测量结果有没有懂的？实不相瞒，接到第二个电话的时候，我还没到现场，就已经判断出这个故障是什么故障了。你们看懂了没有？没错，这是高压缺项了。接下来是原生操作。拿手套的，戴帽子。是爆掉的吗？这谁吃啊？换个绒丝，找找看。大家跟着镜头来看看这个绒丝，这应该是最初安装的时候过于紧了，一直紧绷着。后期的分合闸震动加上变压器自身运行的微震动，最终导致这个绒丝断骨。既然已经找到了问题的最终原因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更换工作。申哥在车里面找了一圈，没找到绒丝，应该是之前修车的时候转移到另一辆车上面去了。接下来打电话给运维人员。你谁个离我近啊！我这绒丝是断了的。我现在也不会。干医院去了。哎。哎。行。行好。行，我先弄弄吧。你看看这是闹的吧？本来打算找外援的，结果外援住医院了，这事还得自己动脑筋。老话说得好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个软线的一个接线方式，就这么一扭、一绕、一扯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漂亮的要死！简简单单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小修工作有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突发的状况，你没点绝活，这活还真不容易干。行了，还自己夸上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不着了。不着了。大家注意看我接下来的动作，把这个帽反向拧了几圈，有没有知道是什么意思的？有懂的，有知道的，打在评论区，让不知道的朋友学习一下。那手套准备倒。在安装的时候注意一些小细节，一定不要把绒丝绷得太紧，否则的话容易断。还有就是螺丝能转，这个平垫不能转。
不然的话容易磨断，这是你们懂的。上期有一期视频是展示过的。来，那短在这里头啊。好，好，我去看看。工具收下啊，我去看看亮电压哈。故障的发生、故障的判断，还有故障的报备以及检修，最后送电，都是在争分夺秒。就好了。好了啊，现在好了，有电了啊，有电了，有电了，看看正常了吧？现场的电已经送上了，故障已经修复，但是我们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。接下来还有一些繁琐的一些票据，还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补充的，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祝您生活愉快，记得点赞加关注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不是你们电工在哪里啊？这叫什么设计？焊的焊死，烙的烙死啊！是麒麟的电缆，带着一块表。这设计出现也是麒麟的，真牛逼，漂亮的要死。刚才那电工呢？啊 ，A 项这边击穿了，这高压包击穿了。那个。把这顶爆了。这是什么人干的事啊？你们电工去哪了？你这个电工还好吗？什么人干的事啊？是老鼠啊！我不相信是老鼠。嘿嘿，拉糊了，这边拉糊了，啊！什么人干的事？我怀疑啊，这什么人接电的？是不是拉电的啊？心里有怕辣。我虽然人口年轻咱都快，我买什么小便？放小便似的。地心儿啊，你的充其量是地心儿。这还对地放链子，这就是还拉个糊。哦，到底新刀，新鲜好使。考考你，视频中说的“熬屎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有没有知道的？今天的这个视频比较简单，给大家分享一下电工是怎样接线的。看看今天的这个线，金黄金黄的。我盲猜一下啊，估计这个视频发出之后，
会有一部分的老铁会说，真奢侈，竟然用铜线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。当我发铝线的时候，他们有部分人会说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用铝线，就好像他们的世界里必须是铜线。当我发铜线的时候，一帮人又会说，真奢侈，都在用铜线。我还就纳闷了，这两拨人为什么不同时出现呢？整一个呢叫什么辩论大赛，看看哪一方能说服哪一方。言归正传，先来说说这个线为什么要接，因为一剪梅，尺寸剪短了。视频中的这种对接方法属于插接，字码字的一种形式。铝线相对来说比铜线好接，因为铜线这个线径太硬了。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，收尾的时候为什么要折弯呢？有没有人知道的？相信知道这种接法的同志们都不年轻了吧？现在的插接、绕接的一些工艺都把折弯的这个步骤都给它省略掉了。这种折弯压花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很明显，这种操作会更加的紧实，而且不容易松动。当然它有的缺点就是操作起来比较麻烦，费时费力。而且现在大家都在使用并钩线夹，所以一些老的工艺、好的工艺会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。这个活一个并钩线夹，一个哒哒哒，然后就可以完美把它解决。所以相对来说，这种绕接工艺就显得比较耗时耗力了。如果是你会选择用哪一种方法呢？接下来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非常好听的 BGM， 希望大家喜欢。我觉得人最大的一个事儿，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事儿，你不要管别人，你把自己做好就行。因为这个时代、这个社会、这个现状就是这样，安慰有什么用啊？安慰你要不接受，白安慰；你要接受了，那也只是这样，你慢慢你就只能接受。你有什么可安慰的？都是成年人，对吗？谁不知道谁啊？不必，这现状你必须接受。现在确实在社会上有很多事情，你确实给你造成很多不舒服，但是你又确实得容。但是在不违背你底线的时候也就罢了，你可以做一些让步，举动自动，你就别想了，这不是你想的事儿，而且你想了也没用，你何必跟着操这心呢？人在这个社会上，无非就是你说说别人，让别人说说你嘛。接到电话报修，说高压引线断了一项，赶到现场，看到墙头边上还靠着零刻棒，就觉得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，一起来看一看吧。用户说零线虚接，然后把高压停下来，紧螺丝的。围着现场走了一圈，我看零线也没有虚接放电的痕迹，然后再到后面看了一看，大致是知道了什么问题。一起跟着镜头往下面看，看到这根线了没有？这根线缠绕在这个接地线上的，然后顺着这个线咱们再走，再往外看，看到这里有没有小伙伴大概知道是什么故障吗？经过现场勘查询问用户，用户说了实话，说零线带电了，然后查了半天没查出问题，问了老师傅，老师傅给他支个招，说是零线虚接造成的。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应该不陌生，对的，用户下面线路接地了，只是很多人不认识这类故障。用户侧设备我们不管那么多，先联系带电作业车对现场断线进行修复工作。下面听一段原声，感受一下现场。先找啊，别下。你要操作顺序就不对。别说这玩意儿，我得欧语。你看我这个欧日的，我们南边的需要你说啥？别落式熔断器核闸顺序，先两边后中间，
分闸顺序与之相反。为什么要让这位小师傅来操作这个河闸呢？因为分闸也是他分的，所以让他来操作是为了看他的操作顺序。重新。哟，我操！哎呦我天！别办呢！拉掉吧，拉掉吧，抓紧拉掉！我给来，我就说的，这个不是专业技术，是全到手，咱们的教的。这到底是小师傅的功力不行呢，还是设备不行呢？得亏咱们的带电作业车没走远。抢修完成，跟用户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比如变压器围墙内不能堆放大白菜，人员不能随随便便进出，对吧？高压线还是离远一点，小竹竿不能靠在变压器边上，电路式熔断器不能随随便便操作。另外还跟用户分析了他们的故障原因，交代完成，我们收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祝您生活愉快，记得点赞和关注。你知道不停电的情况下怎样查漏电吗？查漏电的方式方法有很多，本期视频教给大家使用钳形电流表，在不停电的情况下查找漏电故障点。首先来看，这是一台变压器的接地铁，使用钳形电流表卡测有 8.5 安的漏电电流，再使用电笔测量接地边铁184伏。通过钳形表卡地线是 8.5 安的一个漏电电流啊。为什么我查漏电的话，我首先来到这个变压器跟前，因为我们电网的供电方式像树状结构，要从大树的根部往它的末梢，往它的分支去查。你就像这个大树，你是哪个叶子漏的电你不知道，那你从它根往外查，通过卡布归零一路卡就完了。卡电缆的话，那也是 8.6。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顺藤摸瓜，感价线比较高，高处的话发生的几率不大可能，然后有可能是接护线。然后这个时候我要给我那个同事打个电话，问一下这个台区有没有线损，或者是哪一户人家电费突增，我先打一电话问一下。电话接通后，从同事那得知这个接地故障不明显，应该发生时间不长，暂时没有从数据上能看出端倪。就带1拍、2拍、3拍就没有了，那这差好差啊！接下来就是卡卡一卡卡。哇，这个不一卡哦，那紧，往这里快去哦。这个我们这里快去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下一个，那行，这不还有2片吗？这咱们也不一扛。另外，我嫌那个灯太紧了，拢不一块去，这也拢不一块去，只能紧了，拢太紧了。而且查一下这个有8点几的电流，这么卡，加起来没有8，那这排也能排除掉，下一排。没抓到目标电流，这个看一下，没有，这一排线怎么没收得紧？标准化作业，哎。没问题，就行了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别归零了，卡不归零，你归零。0.2安，有点不济，还没抓到目标的电流。好，出来了。漏电电流9.1安，是9.1。从那边1排2排，这是第3排。第3排那边排除法那边没问题，就问题出在卡有电流的下游，我们称上面为上游，
它是下游出的问题，接近9安的一个漏电电流，可以看，也可以直接去看表的脉冲。接下来，那这上面有那个钢筋啊，以前建房子的时候那个搭挂，不知道跟它有没有关系啊？先从这边走一走，走一走，卡一卡，二分法。铁丝问题不大，那也得把它给清。哟，看到了吧？呵，是。哎，钢胶线吧。看住了。是跑他用户家啊。拿个胶布一下。哎，拿个胶布给我，看一下电流，20安，21安，导线都震动，看一下，20安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都被烧成这样子，那么这个问题就找到了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为什么它的？那借这个问题，其实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它一回有，一回没有。风吹的时候它碰到了，风灭的时候就是啊，似有似无的那种。它的接地良好，它的电流大小取决于它的接地点的好坏。把它问题一找到之后，再去卡。这边就为0了，等于说就是这个3线搭挂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线，那这里呢都烧黑了，2根是电表进线，然后出来那是电表出线，这2天的电量都是走他家走的，还好发现及时呗，线芯没伤到，只是表皮有一点点放电，不影响使用。马上解决了，以绝后患。持续8点几安的电流，一会接触，一会没接触。啊，看一眼故障点，好了。这次回到变压器接地扁铁这里测0伏，然后使用前表，电流档看变成0安，漏电电流就找到了，漏电故障点就找到了。啊，它卡不归零已经归零，已经归零。那这个故障就检修到这里，轻轻松松，拿捏。Nice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我这咋弄的？臭死我！整个单元没电。您去看过了，你确定没跳闸？电表有没有指示灯上面？没有，都没跳啊，上面都没跳。整个单元没有电。对。哦，行，我这边因为我在开发区这边过去的话，可能要10几20分钟。得快一点哈，因为我们那个电动车都放在里边，小孩得上学。好的哈，我们这边紧急往那边赶，但是这个东西10几20分钟啊。有电？没电。你说一个单元没电？这不都有电？不都有电吗？有电的。你是几零几？302。就你们家没电啊？也是有电的。供电公司这边是有电的，是你们家里内部故障。那我这闸也没调呀。啊。你说一个单元没电，我想着一个单元没电的话，我们这边早就收到那个主动工单报修了。这也有电是不是？有电，302吗？嗯，有电的啊。你说电表没显示？电表我看也没亮刚才。这不是都有指示灯在闪吗？
导致路上电过来到家里。对，这边是有电的哈，你这属于内部故障哈，自行处理。内部故障自行处理哈。Nice。还有一个人还有律师。哪儿打风？哪儿打风？老李，哪儿打风？这根导线的两头处于悬空状态，两头都没接，用电比器测量170多伏。再来看搭在通信的钢绞线上，就成0伏了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一分开又170多伏。是的，这是感应电。那么感应电是怎么样产生的呢？电流流经导线，会在导线的周围产生电磁场，这个时候同一通道内或者相邻的导线就会产生感应电。那么如何来分辨到底是感应电还是真实电压呢？有知道的评论区分享一下。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，这是谁的部将？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，你劝我要耐心等候，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，如此的宽容。